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周边4国之行转往最后一站韩国，时值半岛形势因朝鲜成功试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而备受各方瞩目之际，王毅的访问将更加凸显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在前往韩国前，王毅对新加坡进行了2天访问，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新方领导人举行会谈，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李显龙周二上午在新加坡总统府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后，李显龙总理在社交平台上表示，高兴能迎来王毅的到访，两人重申了新中两国持久的联系，也对国际和区域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富有成果与坦率的讨论。李显龙还写道，尽管疫情下国际环境充满挑战，新中两国持续紧密合作，分享资源和专长，来更好地应对疫情的爆发。新加坡欢迎中国对本区域的持续贡献，也将继续与中国一同努力，建设更和谐和平的世界。近几个月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频频就中美关系发表讲话，强调不会在两国间选边站。他还在8月初参加阿斯彭安全会议时，向美国发出警告称，不要将中国视作敌人，否则他们会得到一个强大的对手。李显龙还呼吁中美之间保持相互接触，避免爆发冲突，否则不管对中美双方还是全世界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周一，王毅还分别与新加坡副总理、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新方主席王瑞杰、外长维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新关系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示范性，双方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中新合作与时俱进发展，为地区合作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双方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陆海新通道作用，做好同蓝莓机制对接，重点挖掘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移动支付、大数据等领域合作潜力，为两国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新方表示，新中在疫情形势下保持高层交往，对加强两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新方愿同中方一道，坚持用多边主义方式解决新问题、新挑战，推动世界公平可持续发展。王瑞杰会后还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王毅到访证明新中的强大双边关系，他也期待能在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7次会议上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合作，尤其是大家在更具不确定性和复杂的未来中前行，各国之间能够这样定期交流也就更加重要。我个人觉得王毅外长的这一次新加坡之行实际上呢，也是在外界呢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中新之间的合作还是具有非常坚实的这个基础的。王毅日前展开越南、柬埔寨、新加坡和韩国的6天4国行，在河内，越南领导人表示，谁也无法动摇和改变越中之间的团结合作。在金边，检方表示，中国是柬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兄长。但有外媒却无端揣测，中方是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所谓魅力攻势。因为这4国近期都接触过美国高官，所以认为中方是在制衡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耐人寻味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对越南进行的访问几乎与王毅同时。美国外交学者周一称，虽然岸信夫的访问因疫情而推迟，但中日高官如此契合的事实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越南全方位外交政策展示。不过，岸信夫在访越期间却肆意发表攻击中国言论，指责中国在钓鱼岛海域所谓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污蔑中国实施海警法加剧东海、南海紧张局势，并就台湾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也发文严正阐明中方立场。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活动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特别是妄图以抹黑的方式来离间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但王毅的访问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很有韧性，并且释放的都是积极的合作信号。我们奉行这种亲诚惠容的这种理念，把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惠及于周边国家。所以王毅外长的这次访问呢，更多的是拓展我们和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这些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针对美国。而且王毅此行是应相关国家外长的邀请，本就在情理之中。
今年以来，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线下外交仍很热络。王毅早在今年1月就对缅甸、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3月底4月初，王毅又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4国外长来华。6月，王毅还在重庆主持召开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东盟成员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出席。8月3号，王毅还在视频方式出席中国东盟10+1外长会时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保持着总体稳定，航行和飞越自由得到依法保护。王毅强调，个别域外国家已成为南海和平稳定最大的搅局者，南海不是也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值得注意的是，王毅上周五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民共同主持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13次会议时，也强调，双方要珍惜当前南海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把海上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不采取使局势复杂化、争议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共同警惕抵制域外势力干预挑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东盟国家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队，这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选择。而中方提出警惕抵制域外势力干预挑拨，也是从维护合作大局出发，所以两者间并不矛盾。特别是，中国和东盟都共同的反对这种外来势力的这种干涉，是吧？那么这种干涉毫无疑问它不是起一个正向的作用，它某种程度说它是一种负面的一种冲击。这种冲击的话，可能对某一个大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东盟自身呢是损害。周二起，王毅将对韩国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周三上午，他将同韩国外长郑义溶举行中韩外长会谈。外界观察，重启朝美无核化对话在内的推动半岛和平进程事宜将成为会谈议题之一。就在周一，朝鲜官方宣布成功试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为半岛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此外，美日韩朝核问题首席代表周二也在东京举行会晤。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高层人士表示，3国在会上就包括朝鲜试射远程巡航导弹在内的近期半岛局势交换意见，并就朝鲜有关远程巡航导弹试射的报道提出各种担忧。而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态度也很明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就表示，中方一贯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接触，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不断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周二，赵立坚又表示，中国和韩国互为重要近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即将访问韩国，双方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任何在半岛刺激性的行为，或者说在半岛胁迫性的行为，都是不利于重启对话。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推动朝鲜半岛的这个和平稳定推进这种这个二轨并进的这个思路所以呢，都是和地区的这种和平发展的趋势是相一致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王毅访问东南亚3国之后又赶往韩国，那么您怎么看他的外交旋风呢？主持人好，外交旋风这个词呢用得很好，心想神动。王毅访问东南亚3国，马上到访韩国，旨在打破美国拉拢的针对中国的小圈子。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发声，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王毅旋风式访问越南、柬埔寨、新加坡以后，马上再到韩国访问，都是为了健康的国际合作，引导亚洲国家共同战胜疫情，反对疫苗民族主义，推动制定开放、包容、安全的数字经济规则，拓展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助力区域经济复苏。东南亚3国的访问中呢，虽然交流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呢，有3个议题是共同的：合作抗疫防疫，推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推进和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商谈。换句话说呢，中国呢用这3支箭
突破美国正在编制的对抗中国的小圈子，保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正常关系不受到或者是少受域外势力的干扰。今年以来呢，美国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渗透。美国国务卿、副国务卿、国防部长、副总统等等，先后到东南亚和印度、越南和新加坡呢是重点争取的对象，试图呢在美日印澳4国联盟的基础上，把东南亚国家呢也给拉进这个小圈子内，与中国直接竞争。南海问题、军事合作、数据网络合作是美国释放的拉拢东南亚国家的3招。很显然呢，王毅出访东南亚3国，就是要制衡美国的招数，共同警惕和抵制域外势力的干扰和挑拨。东南亚3国的表态呢也都不错，都表示呢要与中国加强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关系提质升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